我不过是把梦里梦到的杀人过程写进了小说里，不料真有人按照我写的悬疑小说剧情开始行凶，甚至就连杀人作案过程都和我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我看着手机里最近播报的几场凶杀案，脑子里猛地一片空白。袁墨是吧？我们发现最近凶杀案和你的小说高度吻合，麻烦你配合调查一下。小李，别这种态度，人家是群众，不是罪犯。这可说不准。小李不屑的小声回了一句，却也不敢冒犯上司。不好意思啊，新人不懂规矩，小伙子你别往心里去。哦，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姓王。王警官，没事的，配合你们调查嘛，应该做的。再说这事也有些太巧合了，我现在都怀疑我自己是凶手了。年轻人还挺幽默，出示的是哪本小说？就是这本《预言罪行》。王振华接过手机开始看了起来，然而他越看越心惊，越看手握的越紧，到最后干脆拿出一个文件一一对照起来。你这一章什么时候写的？这是大前天的最后一章，晚上10点半发的。案发时间是前天凌晨3点14分，从更新到作案只过了不到5个小时。这2个地方的距离，除非他早就锁定了作案目标，否则不可能赶到。你怎么又犯这个毛病？跟你说了多少遍，这位是配合咱们调查的群众，不是罪犯。抱歉。没事。咱们继续说这几章，我粗略的看了一下，后面这7章是写的一个故事，对吧？是的，王警官，这个故事今天刚好完结，是中午12点发的。准确来说是12点35分，我当时因为外卖到晚了，还跟外卖员理论了2句。文中的案发地是西城区一家超市的卫生间里，时间是下午2点16分，死者是女性，死因是机械窒息。现在是几点？3点17分。打电话给所里，不，直接给局里打电话，问问西城区有没有案件。小李立刻拨通了电话，在和电话那头的陈姐确认了西城区那边没事之后，这才挂了电话。没事。是的，没事。陈姐说一整天西城区都安安静静的。看来一切只是巧合吧。他随手点了下返回，就要把手机还给袁墨时，一个界面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草稿箱有层稿吗？没有，今天的3章还没着落呢，刚发了1章，你们过来的时候刚开始码第2章。我看看，不介意吧？不介意，您随便看。王振华随手点开草稿箱里唯一的1章，他脑袋瞬间起了一层细密的冷汗。只见开篇第一句就是尸体被人发现的时间是下午3点21分。王振华抬头看了眼墙上的表，3点22了，吓我一跳啊！恰在这时，小李的电话铃声响了，小李立刻接听了电话，只听那边陈姐问道：“你从哪里得到的线索？”陈姐，什么情况？3点21分，西城派出所接到报案，一个女人被吊死在了一栋烂尾楼里。最巧的是，那烂尾楼本来的修建计划是商场。时间瞬间凝固了，又出事了，不会又和我小说里写的一样吧？王振华一脸严肃看着袁墨，很抱歉，袁先生，恐怕您得跟我们走一趟了。袁某先生，不用紧张，我们叫你来只是想了解一些关于案件的情况，你如实回答就行，我们不会冤枉好人的，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力配合。王振华低头看了下表，已经快5点了。你今天中午12点左右在哪？中午我在家码字。有谁能够证明吗？没有，只有我家的猫和我在家。我这人比较宅，估计邻居也未必认识我。你最近去过西城区吗？去过。哪天去干了什么？去观察环境。观察环境？不是，因为我这一个故事写的是西城区的事，所以我去收集了一些素材。都去了哪里？就只去了商场。不是同一个地方，案发地点是个烂尾楼。中年警察闻言脸色稍微好了点。再说说案情吧，你这里对于案情的详细描写你还记得吧？记得。内开的厕所门轻轻晃动，因为上面有一颗螺丝。无论是满是灰尘的水箱，还是已经干涸的便池，都证明了这里久久无人使用。为什么你对这个厕所的描写是久久无人使用的？为了剧情发展，所以写的是一个废弃的卫生间，不然对不上尸体发现的时间。等等，你说厕所门是往哪个方向开的？向内开，我看过现场照片了，是一致的。中年警察要给王振华看手机。袁墨，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到底去没去过那个烂尾楼？没有啊，真没有。那你怎么知道门是内开的？西城区现有的商场我去过好几次，那里的卫生间门可是外开的。因为剧情需要啊。王警官，本来我想100%还原西城区商场的，但是因为报案时间和作案手法需要，所以对卫生间的部分情况做了修改。作案手法？今天的文还没更完，所以还没写到那部分，我可以先说给您听。你先说清楚门的问题。王警官刚准备乘胜追击，却被身边的中年警察拦下了。让他说，我听听西城区这案子是不是他说的那样。这个案子最关键的悬疑点在于凶手不在现场，但是不在现场要怎么杀人呢？别跟我们卖关子，说重点。好的，所以得用道具，有绳子、钩子，还有刀，还有厕所门。你这说的是什么玩意儿？驴唇不对马嘴的，说清楚点。没关系，你别紧张。那中年警察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王振华，只见那厕所里赫然有着绳子、钩子、刀。今天呢，我们就是你读者，你得把故事给我们讲明白，对不对？那我继续说。说吧。
那么用这些东西要怎么杀人呢？首先要考虑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确保死者必须进入这个隔间。可是这一排足足有5个隔间，1/5%的概率，这是凶手不敢赌的，所以他把其他的4个都上了锁。不对，这里对不上。你说对了，确实对不上。警方去调查的时候，可是分明的看到那5个隔间的门都是开着的，这就不得不说起这些钩子了。如果仔细去看，会发现这地上总共有5个钩子，但是实际上真正用来杀人的却只有1个。那么其余4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你是说另外4个是用来开门的？没错，另外4个钩子正是用来开门的。通过4个钩子分别拴住另外4个隔间的门，这样在死者被害之前，其余的厕所都是锁着的。而当案件发生之后，其余的4个隔间的门则会打开。可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他只要把门锁上就可以了，完全没必要设计一个再把门打开的机关吧。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另外4个隔间里的字了。凶手在另外4个隔间的墙上留下了4个字，而这4个字他必须以一种遮掩的方式直接的呈现在其他人眼前。遮掩的方式直接呈现。这个说法乍一听有点矛盾，所以这里得举个例子。王警官，如果我现在跟你说我有个办法能让你1天之内赚10万，你信不信？哦，你不信，你不仅不信，甚至还可能给我手机上安装一个反诈软件。言之有理。但是如果你听见我小声打电话，喂，媳妇，跟你说个事，我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兼职，1天10万，钱已经给我了，就帮人搬点东西，你会怎么想？我可能第一想法是这人是不是帮人抛尸了？但是你会给这10万找个合理的借口，而不是去质疑这10万。同理，你会为墙上那4个字找借口，而不是去质疑那4个字。有一定道理。所以说，这个罪犯这么做是利用了人们这样的心理，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警察相信他写的那4个隔间里的字，从而来扰乱我们的判断方向。对，那4间隔间的门后面各有一个大大的血红色字体，连起来正是一句话：欠债还钱。你问一下在现场的人。说的不错，你这一段有点意思，应该能长长人气。那之后呢？真的吗？谢谢。其实这4道门其实只能算是凶手计划中的一个小小的设计，真正精巧的还得说他杀人和报警的计划。哦，报警？对，你没听错，报警的不是别人，正是凶手。等等，你先说杀人的手法。好，既然这位警官问了，那我就先说说这杀人的手法。绳子虽然看起来都一样，但是实际上其中有一根是弹力十足的，另外挂在半空的那根绳子中间是插了铁线的。凶手正是利用这2根特殊的绳子，把刀悬在了与死者胸口平齐的位置，并且完成了弹射。发现自己能梦见杀人现场时，我就把他们写进了小说里。不料真有人按照我写的悬疑小说剧情开始行凶，甚至就连杀人作案过程都和我写的小说里一模一样。就在刚刚，我被警察带进局子里，询问起了小说的事情。这好像是……王警官正要反驳，听见袁墨一拍桌子。没错，这些都是蒙蔽人的假象。这种布置也许能找准胸口，但是绝对找不准人的骨头缝。一旦扎在肋骨上，只能造成轻伤。作为一个追求万无一失的凶手，他不可能用这种方法。真正把刀送进死者胸口的是死者自己，叫死者去现场，让死者举刀自杀。推门的那一刻，早就布置好的弹性绳索急速收缩，本来已经打开的厕所门迅速回弹，本就抵在死者胸口的刀精准地拍进了死者的胸膛中。可是怎么能让一个人把刀抵在自己胸口呢？你这个说法不符合逻辑啊！再说门拍回来的那一刻，死者没有反应吗？哪怕他做不到抵住门，只要他握紧了刀，以一个正常人的力度都不可能直接被刺死。你说的很对，那如果是闭着眼睛呢？闭着眼睛？对，就像这样，他绝望地举起了刀。那个男人给他带来的创伤已经无法挽回，现在他唯有在这个地方终结自己肮脏的一生，以此来换得一丝安宁。他闭上眼，把刀放在胸前，轻轻推开门。什么意思？先生，要进剧组吗？我们缺少一位临时的演员，我们这个角色是警察，真的再适合你不过了。别说废话，说重点。这一章我管它叫假戏真做，凶手伪装成剧组的导演，通过某种方式找上了死者，在经过几次所谓的试镜之后，对死者说：“我们正需要一个能展现出绝望的人，你按照我们的说法拍摄，恰恰好说。”导演告诉死者，推开门后，就算演出结束，并不用真的去做什么危险动作，但是为了展现真实性，必须把刀子准确的抵在胸前。在导演反复关照一定注意安全，万一你受伤了，我们还要付赔偿金的情况下，死者对导演深信不疑，推开了门。当他推门的左手放下的一刻，门以极快的速度闭合，打在了他持刀的右手上。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去挡了，刀已经有一半都没入了胸口。哼，他又不是演员，别人说什么他就信。你跟我说我能演戏，我也不会信。那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我反复提到的东西，这个案件的核心都围绕一个字：钱。你不缺钱，所以对于你来说，很多事情会用常理去判断。但是那个死者缺钱，在门拍过来碰到刀柄的那一刻，他甚至第一个念头不是去挡，而是赔偿金有多少钱。不错的故事，荒诞中带着逻辑，我觉得读者可能会喜欢，但是对于办案来说，还有太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那只是因为你们没看穿而已。刘所，现场来消息了，门后确实有字：欠债还钱。什么？说，你到底是怎么杀的人？不是我，真不是我。不是你，还能是谁？除了凶手，还有谁能知道你脑子里想的那些东西？我也不知道啊。袁墨也蒙圈了，这些内容别说发了，就连写他都还没写出来呢，怎么就被凶手用上了呢？
刘所，王哥，小区那边的监控查清楚了，3天内他没出过小区，而且中午12点半邻居听到了他和外卖员的争吵，从时间上来看来不及。不是他还能是谁？刘所接过了小李手上的报告，虽然情绪还是很激动，但也陷入了沉默。如果这报告属实，那基本就可以排除袁墨的嫌疑了。会不会是3天之前布置的？不可能，那个卫生间是整栋楼里唯一开放的卫生间，每天下午5点半有巡查人员去上厕所，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你最好别让我找到你今天出去过的证据。袁墨赶紧点点头，随后发觉点头好像不对，又赶紧摇摇头，感觉又不对，只得悻悻地缩着脖子，老老实实地坐着。3小时后，只见刘所带着几名警察走了进来。这几位是市局的同志，如果你能帮他们把案子破了，肯定尽你一功。你好，我叫孙江传。您好，您好。为了快点破案，我也就不说客套话了。第一个问题，你说死者缺钱，但据我们了解，死者有房有车，并不缺钱。如果这个不成立，你所说的推理就都只能称之为幻想。他有赌债，所以凶手才会写上欠债还钱来迷惑你们。和我们调查的一致。那第二个问题，你说他是打开门后被门拍的，但是开门的时候，他的手肯定是贴在门上的，门的变化他感觉不到吗？你们有没有在现场找到沙袋？这个机关是有延迟的，延迟时间从门推开到门弹回，隔了近1秒半的时间。小周，孙哥有沙袋，只不过之前咱们一直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另外，那5个钩子中有一个是特殊的，它的里圈已经被磨成了刀刃，那是用来割断拉住门的线的。孙哥，这个细节之前没有详细查看过。那我建议你再查一下报警电话，报警电话是用死者的手机打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好在3点21分。3点21分，这个时间有什么特殊的吗？罪犯选择这个时间，只是为了能有一个确定的时间，一个确定能吸引住西城区警察注意力的时间。吸引注意力。对，因为他要利用这个时间在西城区犯下另外一起杀人案，他需要给自己足够的逃离时间，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内绝对不能有警察在那周围闲逛。谁会没事出去闲逛？孙传江说完话，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你是说案发地点在派出所附近？今天我在派出所里闲着无聊，又写了一篇杀人小说，谁曾想现实里也发生了同样的命案，甚至就连行凶过程都和我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写什么呢？没什么，待着也是待着，给后面的人物补充一下设定。这又是写了个什么故事？一个第三者插足导致妻子杀死丈夫的故事。又是杀人案。读者爱看。征用了。刘局拿着那张纸就往外走，一边走手里还一边打着电话。喂，船匠在现场吗？舅舅在。这家伙又写文了，这次是杀夫案，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不是，死者是单身男性。会不会是还没结婚的情侣？不是，不过我们调查过了，死者生前是小白脸，她的情妇杀了她丈夫后跑了。刘所脸瞬间就黑了。还真对上了。小孙给谁打电话呢？王队，是我。王队，我这里有一个作家，和今天发生的案子有关系，所以打电话问问情况。关系？什么关系？随后刘所就一五一十的把袁墨写的故事跟王队汇报了一遍。什么？居然和现场情况一模一样？把人看好了，我现在过去。王队到了城北派出所后，第一件事并不是去见袁墨，而是叫上了刘所一起开会讨论案情。咱们从之前那起烂尾楼谋杀案开始说起，这里有2个细节，一个是时间3点21分，第2个细节是报警用的手机。开始我们以为报警人用的是自己的手机，但是根据后续调查，我们发现手机是死者自己的。那电话是谁拨出去的呢？总不会是死者自己拨出去的吧？技术部给出的结果是手机被安装了自动拨号软件。王队，3点21分，这个时间有什么特别的吗？这个时间关系到了刚刚发生的那段凶杀案，这个等下再说。大家看一看现场的情况。死者的死因是这把刀刺入心脏，大量失血致死。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有发现这把刀是怎么掉下去的。之前我们推测可能是死者慌乱之中自己拔下去的，但是刀上一个指纹也没有。那会不会凶手当时是在现场，或者之后去过现场？如果是这样，那只可能是他在现场。从血液的喷射情况来看，刀是在死者未完全死亡的情况下拔出来的，所以只能是凶手在现场这一种可能性。既然他能自己动手，那他布置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假装不在场。刚才刘所说的关于导演的事，这些在上一集能看到，这里我就不再叙述了。另外，通过死者的交易记录，我们也证实了他有大量赌债。如果只推理到这里，就会认为他不在现场，而是用了远程操控的手段。按照正常逻辑，既然罪犯有可以不到现场就能完成犯罪的方法，那他是不会去的。然而事实是他就在现场，并且拔出了死者身上的刀，还把死者的手机放在了门口。可是这么做的意义呢？假如我是杀手，我根本不会去做这2件画蛇添足的事。刀已经插进心脏了，即使被害人反应快，及时拨了120，获救的概率也不算大吧？这也是我疑惑的一点。另外还有一点，他为什么要冒着风险把手机放在门口？
这就要接着刚刚那个案子来说了，和我刚刚说的3点21分有关。这部分小孙比较熟悉，让小孙来说。错了，他们都错了。那些布置并不是为了掩人耳目，而是因为有不得不那么做的原因。躲在现场的人已经被猜到，但是电话后的导演又是谁？好的，王队。今天晚上我们在西城区派出所附近发现了另外一起杀人案，死者男，25岁，在一家酒吧当侍者，因为长相出众，顺便也当小白脸。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那名小说作者。城北派出所的几位同志发现他的作品中几个案件与近期发生的几起杀人案相似度极高，所以对他进行了调查。另外，第一起杀人案的杀人手段也是他提供的思路。是的，根据他的描述，2起杀人案的凶手是同一个人，而报案时间之所以一定要设定到3点21分，是为了调虎离山，保证西城区派出所周围没有警察。哼，这是挑衅啊！在派出所附近杀人，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只能说这个凶手的布置非常周密。王队对孙传江挥挥手，让他坐下，自己重新接管了会议。第2起案件的作案手法非常粗暴，大家也都看到了，直接把头割了，还画好了招摆在客厅里。另外，尸身虽然从冰箱里找到了，但是具体是不是这位死者的，还得等化验结果出来。王队给大家看了现场的照片，所有人都沉默了几分钟，显然对凶手的意图摸不着头脑。大家有什么想法吗？都说说看。我觉得要从2名死者的人际关系入手。既然凶手连续杀死2个人，那从他们的人际交往情况上，应该能收获一定线索。这个已经派人去查了。会不会是他那个情妇又跑回来杀了他？毕竟他那个情妇之前可是有过作案前科。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他的情妇已经离开咱们是很久了。哦，他会不会不止一个情妇？我记得周围邻居说他经常不在家。这个可能性倒是还真有。小孙，你去调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回去找他。各位还有什么想法吗？我觉得还是得问问那个作者，我总感觉他有点不对劲。哦，你直接说。我觉得有一点说不通，他作为一个作者，会不会知道的有点太多了？从杀人手法到作案的细节，再到现场的证物，甚至是咱们都没发现的细节，他就没有遗漏的知晓，难道这不奇怪吗？当然，也有一种假设是有人利用了他的文章，但是很多东西他都没发，甚至还没写，就算其他人想要利用也没法利用吧。在他脑子里的东西，除了他自己，还有谁能知道？这位新来的小同志想法很不错，不过这一点我们也做了调查。大家请看，这是元末电脑里的东西，我们刚刚通过技术手段获取的。虽然没有存稿，但是元末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案件都做了详细的规划，也可以称之为大纲。所以我个人更倾向于是有人通过黑客手段获取了这些信息，然后推测了大概的犯罪流程，进而实施了犯罪。小李惊讶地张大了嘴，他是怎么也没想到，这才不到半天的时间，市局竟然连元末的电脑都已经查了个一清二楚。别这么惊讶，我们的工作一直都是在抢时间，跟凶手抢时间，跟死神抢时间，跟逃亡者抢时间，不快是不行的。今天我在派出所里闲得发慌，随手又写了一篇杀人小说，没成想现实里也发生了同样的命案，甚至就连行凶过程都和我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这邪门的巧合会发生什么？会被抓进局子里喝茶？你的粉丝里有一个杀人犯？不可能，我的粉丝都是好人，怎么会干这种事呢？也许只是巧合呢。你自己清楚，这些巧合是不有点太多了？元末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确实巧合太多就不叫巧合了。您说会不会是我自己做的？但是我不知道。王队也有些不知道说什么了，第一次见往自己身上揽罪的。你没有时间？那会不会死者的实际死亡时间不是我写的时候？我这么写会不会只是为了扰乱你们的视线？我们做过尸检，死亡时间基本一致。可是那些文我都没发出去。黑进你的电脑并不难，尤其是只有一个360的情况下。那他会不会偷我稿子？王队扶额沉默了一会儿。我不觉得凶手会这么无聊，你给家里人打电话，来个人担保一下，你就可以回去了。元末沉默了一会儿。我没有家人。你的人际关系我们查过，没有家人。你冷静点，这里是派出所，不是你耍情绪的地方。对不起。行吧，我给你当担保人，你回去吧，好好休息。另外，我们最近可能还需要你协助调查，所以近期不要离开本市。谢谢你，我不会离开的。王队就这么放着走了。刘所心里有些不满，毕竟是他找到的线索，不跟他说一声就放了，也有点太不顾及他的面子了。刘所，你知道什么人最喜欢往自己身上揽罪吗？什么人？罪犯本人，或者想包庇罪犯的人。既然他在这跟我顾左右而言他，那我就只能让他带咱们去我想找的地方。什么地方？派人跟上就知道了。我觉得这次会有意外惊喜。请坐吧。怎么了？昨晚没睡好吗？是，警察好像在怀疑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似乎和这件事的瓜葛有些深了，我也许不该过去的。我倒是觉得没关系，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如果你是警察，你会怎么调查这2起案件？大概会先调查有作案动机的人、去过现场的人以及死者的社会关系吧。所以说，你的嫌疑很小，不要自己吓唬自己。还是说你在为小说的事担心？稍微有一点点吧。其实停更一段时间也是没问题的。不，我觉得还是不要比较好，毕竟。1个小时后，俩人一同走出了房间。
谢谢您，宁心医生。我说过，我不是医生，你也不是病人，我只是你的倾诉对象。你是一个很健康、很优秀的人，要相信自己，你会解决他们的，好吗？谢谢。不客气，这是我的工作，老规矩，各用各的更衣室，我走前门，你走后门。袁墨都去了哪里？王队，他从面馆出来，去了附近的商店，买了一个打火机，看了10分钟。看了10分钟打火机之后呢？他去了哪儿？去了一个叫辛格咨询的地方，是个情感咨询室。情感咨询室吗？接着说。他在里边待了1个小时，出来后上了公交车，坐公交车回家了。之后有出来过吗？没有，而且到现在为止没再接触过任何人，一直都坐在电脑前码字。疯了吧？一晚上没怎么睡，回去第一件事是码字。会不会他在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信息？不会，我能看清他写的每一个字，虽然是在写案情，但是完全没提自己被抓的事。好，你继续保持监视。目前嫌疑比较大的就是面馆遇到的几个人，商店老板、辛格咨询里见的人，公交车上的人也有可能。王队梳理着信息，突然他想到了什么。你们在哪里监视呢？对面的楼道里，顶楼5层半。立刻搜索你们周围，那里有可能是凶手偷看袁墨码字的地方。怎么不开门？警察同志，你们找他有事吗？老奶奶，我们想问问，最近有没有什么人喜欢往5楼半跑？没有，怎么了？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有起凶杀案需要调查，老奶奶这家是没人住吗？为什么我们敲了这么半天门都没人回应？有人住啊，他现在就在屋里呢，只是不想见你们这些警察而已。为什么？因为他屋子里画的到处都是妖魔鬼怪，而且画的特别真实，我第一次进去都被吓了一跳，他不想让你们这些外人知道。妖魔鬼怪，他是不是有点神经不正常？之前的警察也这么说过，还带他去了医院，所以他对警察一点好感都没有。你提到有警察找过他，请问您知道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稍微听说了一点，去我家吧，我给你们看样东西，这是那孩子送给我的，你们看看吧。只见画上面是一名女子，她被倒吊在一个血红色的空间里。据说她目睹了一场杀人案，受到了些刺激。这幅画是在她被警察带去看过医生后画的，据说是还原了案发当时的情景。案发当时？对，只可惜没有凶手，只还原了最后的尸体处理。这2个名字是？只见这幅画右下角有4个字，看起来上面是宁星，下面是撒旦。下面的是他的艺名，上面那个好像是给他治疗的医生名字。据说他是在医生的引导下完成的作画，不过他好像不太喜欢那个医生，总说他是恶魔。什么？他没走？那个杀夫的女人竟然没走？是的，王队，他虽然订了车票，但是根据我们查到的乘车记录来看，他没上车。有查到他的行踪吗？还在查。根据邻居说，他当天走的时候行色匆匆，而且裹着围巾。如果不是因为双方太熟了，他也认不出来。能不能请他邻居来所里配合一下调查？这恐怕不太好办，那是别墅区，人都比较有钱。王队一拍脑门，把这事给忘了。那女人是典型的成功人士，而且丈夫也是，邻居怎么可能是普通人？这样，我去拜访他，帮我约个时间。喂，我看你更新了，那边情况怎么样？还好吧，暂时是没事了，不过我还没洗脱嫌疑。你的情况我理解，不过站在编辑的角度，我建议你继续写。我尽量。程峰大大一句话，直接打消了袁墨弃坑的想法。怎么才能不被怀疑呢？难道去追查凶手？不行不行，怎么能有这么危险的想法呢？有了。喂，王警官，我能申请住进你们派出所里吗？我只是把梦里梦到的杀人过程都写进了小说里，不料现实中真有人按照我写的悬疑小说剧情开始杀人。为了撇清头号杀人犯的嫌疑，我直接要求住进了派出所。什么？你再说一遍。我说我能住到你们所里吗？住到所里？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没有，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撇清我的犯罪嫌疑。原来是因为这个啊！你稍等，我申请一下。什么？他想住进来？对，他刚打电话给我说是要这样才撇清他的嫌疑。王队沉默了一会儿。你让他先住一段时间吧，毕竟也是个关键的线索。最近让兄弟们多看着点。王振华答应一声，在那边挂了电话，露出一副苦笑。早知道当时不抓袁墨了，本来平时就人手不足，现在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还得24小时派人看着这么个玩意儿，想想就头疼。你们王队最近还好吗？老婆婆，您还认识我们王队呢？你们每天见的人太多了，记不住正常。2年半之前就是你陪我去认领我孙子的遗体。2年半之前，我想起来了，是那起交通肇事逃逸案，可惜现在还没找到那个司机。别着急，慢慢来，我不催你们，我只是想给我孙子一个交代。你就住这里吧。回去开会，王队找你。是，你先在这里待着吧，我有点事去处理一下。好的。接下来该写那篇山门前交通肇事逃逸案了。各位，目前案件有了重大的进展。经过我们的调查，那个杀夫的女人名叫李如凤，
在那个西城区谋杀案当天，李如凤在附近出现过，被3个商家的摄像头分别拍摄到了。还有她那个小白脸，在死亡的前一天，她去酒吧找回。那个作家那里？查实了，她丈夫的电脑里有那篇小说的浏览记录。不仅如此，袁墨还给她丈夫剧透了一小部分剧情，其中正好包括2起案件的核心手法以及一些有特点的细节。也就是说，现在至少有8成把握他就是凶手。不过这个女人目前行踪成谜，除了那3起监控之外，就再也没有见过她的身影了。咱们假设她就是凶手，那么她的行踪如下：前天晚上她去找那个小白脸喝了酒，昨天一早她去了西城区的烂尾楼开始布置，然后在中午杀害了西城区那个女人，再把西城区的警察都引到了烂尾楼之后，又去西城区派出所附近把那个小白脸给杀了，然后割下头颅，化好妆，整理好房间，离开作案现场。王队，时间会不会太赶了？这也是我疑惑的点，如果走路肯定来不及，所以他势必会乘交通工具。可是我们查了所有监控，都没发现他的影子。王队，要不我们全程通缉他，我就不相信他能凭空消失，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他本来就是精的。我感觉小孙的建议可以，就按照他说的做吧。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距离目标又近了一步，接下来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第二天一早，整个西城区都开始乱了起来。什么杀人犯？还是个女的，我的天啊！静呆，20万，我的个乖乖，顶我好几年工资了。老哥，发生了什么？4局贴出来的告诉，好像是说有人死了，现在全城追查凶手。啊，死的人至于为这么多人看吗？听说手法极其残忍，而且还是连环杀人案，不光是通缉，听说最近出现在附近的车辆都得查呢。这么严吗？话说兄弟，你是干什么的？我吗？我开出租车的。我觉得你可以试试找找看，20万悬赏的，能顶2、3年的工资了。算了吧，我觉得还是保命要紧。师傅有空不？那我去个地方呗。去哪？先说好了，西城区不去，那边最近太乱了。不去西城区，去黄门区。那行，上来吧。刘所，请问有什么事吗？快跟我走，边走边说。刘所，能不能先跟我说说出了什么事？又有人死了，是个出租车司机被自己的车压死了。不会是在山门前吧？那倒不是，是在黄门区。还以为又和我小说对上了呢。这次是王队找你，他希望你作为特别顾问参与案件调查。我顾问？不行不行，我哪有这个本事啊？如果能顺利结案，报酬大概有5000多，税后啊，这么多。袁墨心里盘算了一下，这笔稿费可是高了好多啊。那什么，刘所，我又感觉我行啊，嘿嘿。那就这么说定了。这是怎么回事？压死的人这么大味儿！舅舅，汽车后备箱里又发现一具女性尸体，不知道放了多长时间了，已经长蛆了。袁墨，你来了，这次你少写了个案件，回去不上。王队，您就别开玩笑了。我可没开玩笑，这次既然聘请了你当特别顾问，那就得发挥出你的价值，你说对不对？我尽量，我尽量。在经过现场的一番勘查后，众人回到了黄门区派出所。先说说基本情况吧。我先说吧。根据初步观察，现场的2名死者中，男性死者死亡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女性死亡时间不少于2天。另外，女性死者身上有明显的外伤，死因初步判定是失血过多。男性死者虽然初步判定是被汽车碾压造成内脏出血死亡，但是在颈侧发现了一道很不合常理的刀伤。2天，才这么短时间就发臭了。由于车中温度较高，加上装死者的袋子完全密封，潮湿闷热的环境给了细菌极佳的繁殖环境。女人的身份确定了吗？王队，女性死者的比较结果出来了，死者李如凤，女，39岁，已婚。李如凤，她不是杀那2个人的凶手吗？现场陷入了沉默，他们辛辛苦苦找到这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还没开始抓捕，结果凶手自己死了。王队，另一名死者身份也确定下来了。说，根据相貌比对，另一名死者是在逃嫌疑犯，名叫李玉强，于3年半之前的一起交通事故中逃逸。那起交通事故致使1名青少年死亡。我想起来了，我前几天还见过死者的家属。王队，你还记得吗？在那个作者家对面，我跟您说的那个老太太就是死者的奶奶。我说怎么总觉得那个男性死者看起来有点面熟？这下终于能去了老人家一块心病了。2起杀人案，先后死了2个人不说，死的还都是在逃的嫌犯，这概率是不是太小了点？会不会是同一人所为？下一刻他又推翻了自己的想法。不对，如果是同一人所为，不可能提前把尸体放进李玉强的后备箱里啊。2起毫无关联的杀人案，尸体意外出现在了同一地方，这背后的真凶到底是谁？你们说这2起案件的凶手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我倒是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李玉强是今天上午才死的，而李如凤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2天半。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他不可能提前把李如凤的尸体送进李玉强的后备箱里啊。等等，你说车，快查一下车的主人是谁。李玉强是逃犯，他不可能开着自己名下的车去跑出租。是李如凤的。李如凤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我只知道车主是李如凤，还有就是李玉强被杀的过程，其他的都不在我这个故事里。还有地点，不过和事发地点不太一样。地点是哪儿？倒不是王队盲目相信袁墨，而是王队始终认为袁墨和凶手之间有某种关系。在李如凤被杀之前，因为李如凤丈夫的电脑里有袁墨的文章，所以王队一度怀疑其实是李如凤用了丈夫的电脑和社交账号在和袁墨交流。山门前，山门离咱们最近的山就是北山了，可是北山根本就没有山门。王队，结果出来了，那辆车就是李如凤的。也就是说，是李玉强杀的李如凤。等等，我先梳理一下，就是李如凤看了袁墨的小说，然后模仿着剧情中的杀人手法，在西城区把那个欠他钱的女人和他那个小白脸给杀了，然后在逃亡途中被李玉强杀了。结果李玉强是2年半以前那几个逃逸案的凶手，然后现在李玉强又被别人杀了，这一切是不是太巧了点？在场的众人听完王队分析后，现场陷入了一阵沉默。王队，案发现场新开了家珠宝店，名叫山门锦瑟。又对上了，快去查查那家店。是。王队，指纹比对结果出来了，那辆车的方向盘上发现了那起肇事逃逸案受害人奶奶的指纹。那辆车上怎么会有那名老太太的指纹？王队，会不会是那名老太太杀的李玉强？这不太可能吧？一个60老太太能杀得了一个身强体壮的男人？王队，尸检报告也出来了，死者死因是内脏破裂，脖子上的刀伤是死亡后所致。另外，在死者的尸体里发现了镇静剂药物残留。镇静剂，这样一来的话是有可能，可是既然已经把人撞死了，为什么还要补一刀呢？王队，现场监控显示，案发前后的那1个小时，只有3个人出现在了摄像头里，分别是死者、死者的乘客以及那名老太太。难道真是那名老太太？案发前1天的夜里，可以提前过去等着了。谢谢你，请告诉我位置吧，我现在就过去。山门锦瑟。王队，根据现场调查，给那家店主人算命的算命大师很可疑，好像他知道今天会发生凶杀案一样，早在几天前就让这家店主人在今天开业，好蹭今天的热度。算命大师，这样吧，小孙你去会一会那个算命大师，我去那个老太太家里，既然她的嫌疑最大，那即使再不可思议也不能放过。好。王队没动静，会不会出去了？要不要砸门？砸。王队全身都僵硬了，死亡至少得有4、5个小时了。送去尸检吧。您好，您好，是孙先生吧？我叫董鹏。董大师，我最近特别不顺，朋友说您这特别灵，所以想找您算一卦。您这位朋友指的是市局的王队，还是市局的朱副局啊？你怎么知道？我好像并没有暴露身份吧？先生今日前来是为了黄龙区那场案件吧？既然先生知道，我就不绕弯子了。董大师今天凌晨6点前后在什么地方呢？山门锦瑟。山门锦瑟。今天早上死了个司机，对吧？我今天就是坐他的车去的，他还是没躲过去。不过这也算恶有恶报吧。那个乘客是你，可是董大师，你那么早去那干什么呢？去和那个店主人朱礼佛商量开店问题。各部门都到齐了吗？小孙还没到。先不用管他，各部门整理下目前的信息。我们在案发现场附近发现了凶器，经过指纹比对，和那名老奶奶一致。王队，老奶奶的尸检报告也出来了，是自杀。王队，我打了咱们在嫌疑人家里发现的那几张驾校宣传页上的报名电话，其中有一家告诉我，他们确实接收了一个大龄学员，通过照片确认就是嫌疑人。啊，他这个年龄好像已经考不了驾驶证了吧？驾校也敢收，这算是虚假宣传了吧？驾校已经反复跟老人说明了情况，可那个老婆婆说，只要学会了就行，并不需要考驾照，并不需要考驾照。目前种种证据都证明了是那个老太太，可为什么我感觉这个案子没那么简单呢？其他人呢？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王队，我这里有一些写司机被杀害的背景，不知道该不该说。你说说看，你感觉有关系的就说出来，也许就能帮到我们呢。大概意思就是一个人为了钱杀了人，另一个人想要黑吃黑分一半，但是2个人没谈拢，最后其中一个把另一个给杀了。钱是烂尾楼杀人案中的关键线索，但是目前来说还没有证据显示李如凤拿到了钱。王队，之前你让我查李如凤的资金流动情况，我发现他公司一个公共账户近期有一笔66万6666元资金转入，而且当天就被转出去了，时间正好在他被杀当天。什么？你不早说？那天我把资料放在了您办公室桌子上了呀。快给我拿过来。大师，您这桌子不错啊。是吧？我这可是请的国外设计大师设计的。大师这么有钱？那你知道朱礼佛那家珠宝店我收了多少吗？多少？
这个数6000，不对，难道是6万？傻了，是666666啊，这么暴力吗？那当然，不过这个桌子还真不是我的，这是我老板的，他特别喜欢这东西。您居然还有老板？既然董大师能赚这么多，为什么要给别人打工啊？全收到自己兜里不香吗？不提也罢，反正现在这里我说的算。另一边，王队看着李如凤的转账记录，一阵沉默。所以说，袁墨，你的意思是李如凤先杀了她丈夫，然后畏罪潜逃，但是在逃跑过程中，因为资金被冻结，所以不得不冒险返回。然后他先后杀死2人，得到了一笔钱之后，想远走他乡，但是却不幸遇到了黑车司机黑吃黑，最终惨死，对吧？没错，在我的小说里，这是一个故事线，最终以老人的自杀作为结局。袁墨，这里有几个说不通的地方，我想听听你的想法。您说。每当我发表一篇杀人小说，我的粉丝就按照我更新的悬疑小说开始杀人，就连作案手法都一模一样。今天我突然接到警方邀请，让我以特别顾问的身份协助案件调查。第一个问题，李如凤既然已经提前买了车票，按理来说会提前准备好一些现金，为什么就突然没钱了？因为被偷了。这个小偷是下一个故事线。下一个故事线，那为什么他杀了第一个人后还回去杀那个小白脸？他不是已经拿到钱了吗？因为那个小白脸在外边偷情。对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司机拿到钱之后不走呢？因为他没拿到钱啊！你们在他身上找到钱了吗？那倒是没有，那钱去哪了呢？被人偷走了。被偷走？被谁？我之前提到过的一个小偷，准确点来说，一名侠盗。偷就是偷，还侠盗？现在的孩子是非观真是，倒也不是我想写，主要是最近的事太邪门了，我有点不敢写杀人案了，所以换了个盗窃题材。侠不侠的无所谓，总比死人好。好了，先结案吧。王队，可是这个案子还有那么多疑点，怎么？这件事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先这样吧。王队，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搬回家住了。好，这几天难为你了，本来和你无关的事情，却把你搅和进来。没事，配合调查是我应该做的，那我先走了哈，王队。王队，真就这么结案了？案子还没结束，至少在我这里没有，至于结案，那不过是为了迷惑凶手罢了。可是这个袁墨嫌疑那么……咱们调查了他的所有社交软件，他没有给任何人通风报信的行为。那你说说，还有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巧合？您的意思是有人盗用他的小说里的作案风格？目前来看，只能是这样。那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应付？把他抓起来，不让他写了，这样凶手没了作案手法，就不会再死人了。小李，凶手不会因为没有借鉴就不会去作案，只有把凶手抓起来才能终止犯罪。而这个袁墨就是咱们手里的棋子，是咱们遥控罪犯、掌握线索的手段。他们以为这就是真相了，那我可真的要好好感谢他们的愚昧无知和自以为是了。这破桌子也太不好用了，如果能换个新的就好了，最好是国外设计的那种。算了，还是躺在床上和群里那些作家大佬聊聊天吧。Hello， 各位大佬好。我勒个豆，袁墨复活了。袁墨，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没什么事吧？我还以为你没了呢，都想给你开追悼会了。我没事，多谢各位大佬关心。出来了就快更新，评论区我都快压不住了。你们先别吵，袁墨，你那边没事了吧？没事了，已经都过去了。对了，杰尼龟大佬，问你个事。什么问题？问就是我杰尼龟要当主角。大佬，我记得你是学医的。对，看病嘛，开药嘛，找我，给你推荐最贵的，我拿回扣，嘿嘿。啊，我是想问问，苹果字里的氰化物得多少才会致死？大概几百个吧。你问这个干嘛？剧情需要，大佬们别误会啊，我可不想再进这。王队，小孙啊，调查的怎么样了？朱老板联系的那个算命的姓董，叫董鹏，在城北区有个店面，专做这种看风水算命的生意。另外，当天那个打车去山门景寺的人也是他。你觉得他有嫌疑？如果是个普通人，直接跟我坦白的那天去山门景寺的是他，我可能会直接排除那个人的嫌疑。但是那个董鹏在话术方面很有建树，他这么说，我反而更加怀疑他。不过问题是，他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任何证据指向他。不错。那依你看，后面对于这个董鹏应该怎么应对？继续跟一段时间吧，我觉得可能会有线索。另外，他好像一见面就猜到了我的身份，而且认识咱们副局长。副局？哪个副局？朱副局长。王队听见这个名字就皱起了眉头，沉默了片刻。行，董鹏那边就交给你了。不管他是不是这起案件的嫌疑人，他能一见面就知道你的身份，这件事本身就有问题。是，王队，局里这边情况怎么样了？线索收集的差不多了，凶手和之前推测的一样，是那个老太太。不过我们怀疑你背后还有大鱼，这些案件的关联太紧密了，而且都是按照袁墨的小说做的案，就看这次能不能钓到了。最近怎么这么多？一点小意外，这不是正好帮你省钱了？好个屁！你这么多，让我往哪放？万一被发现了，咱俩谁都跑不了。你快些处理掉不就行了吗？快些处理，你说的容易，不行，绝对不行。真不行，绝对不行，想都不要想。那你的那些架子我也没办法了，你自己带回去吧。
胖子想说什么，但是最终没敢说出口。行，我认栽，但是得加钱。没问题。喂，王队，袁墨，你那的事情处理好了吗？都处理好了。那你下楼吧，接你的人已经到楼下了。好的。感冒了？没感冒，可能有点着凉。舒警官，能不能透露一下这次是什么事？你猜猜看。不会是盗窃案吧？猜具体点。入室盗窃。聪明，再说详细点。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你自己写的那个密室盗窃案啊？什么？没错，你没听错，就是在那个连窗户都没有，只有一个5厘米直径通风口的小房间里，那几千万现金不翼而飞的那个，你前几天不还说了那个小偷吗？不是吧，这人怎么就抓住我不放了呢？那么多悬疑大佬，他就不能换个人？也许他是你的忠实粉丝吧。可是我也不知道钱是怎么丢的。不知道？真的，我真不知道，我才刚刚开始写，还没写到作案手法呢。你写案件之前不想作案手法？不想。你……舒警官看着袁墨，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是想了想，又把话憋回去了。你去跟王队解释吧，反正这不是我该管的事。我不过是把梦里梦到的犯罪现场写进了小说里，不料现实中真有人按照我写的剧情开始作案。就在今天，几千万现金居然在一个连窗口都没有的密室里不翼而飞，所以我又被叫到了局子里配合调查。警察同志，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你先起来，起来慢慢说。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帮我把钱找回来，那是我公司的钱，这要是找不回来，我一辈子也还不清啊！我丈夫去得早，家里只有我，不仅要带孩子，还得照顾两边的老人。警察同志，只有你们能帮我了。袁墨，你对这个案件有什么看法？看法？我还没看到现场呢。这不重要，我主要想知道你的想法，或者说你写小说的思路。王队，这个案件我只写到了报案，还没写后续呢。那你就现在写啊。不是，王队，我那些案件都是梦里梦出来的。梦里梦出来的，那你就赶紧去睡觉。我不管你今天找什么理由，反正你今天必须要写出来。一间地下室里，一个男人正做着笔记，一行行工整的文字记录着袁墨小说里的每一处线索和伏笔。还好这一章的伏笔不多，时间差不多了，该出发了。不好意思，先生，这里是私人住宅区，如果您想要进入，需要出示您的身份证明。如果您是去写字楼，请走前面。4栋504的业主叫我来调查一起盗窃案。委托函，请问您是？私家侦探董大师。孙先生。不对，应该叫您孙警官。董大师，您怎么在这儿呢？我记得您的店不是在城北区吗？孙警官不是也在吗？我是来办案的。我也来查案，而且好像咱们办查的是同一个案子。查？您不是算命的吗？重新介绍一下，私家侦探董鹏，以后有解决不了的案子可以找我。救命！救命！开门！开门！醒了？怎么样？有灵感了吗？有了。那就写吧，我们这有纸有笔，也有电脑。不，王队，这个不能写。怎么？这次又是杀人案，有个女人死了，我觉得很可能是小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她身下全是钱，一大摞一大摞的钱，而且她的手被人砍断了，我猜凶手有可能是失主。确实不排除这种可能。小王，你赶紧去把失主叫来。是。接着说，还有什么？袁墨沉默一会儿，想了想。还有案发地点有一扇木门。不好了，王队，失主不见了。什么不见了？小张，快查查案发地附近有没有木门。1个半小时后，王队终于找到了案发现场。看着地上的尸体和满地的现金，王队睁大了眼睛，死者竟然是开头报案的那个女人。很可惜，咱们来晚了一步，死亡半小时左右了。王队的表情冷得吓人，上午还只是盗窃案，下午就变成了杀人案。不仅如此，凶手还特意选择了在他们知道后动手，甚至他们找到死者时，死亡时间才刚刚半个小时。现场没有打斗痕迹，大概率是熟人作案，凶器应该就是这把斩骨刀。目前没有发现指纹，需要借助仪器进一步检查。没有指纹，没有足迹，也就是说这个人至少是戴了手套，穿了鞋套的。可是被害人为什么会跟一个打扮这么奇怪的人进一间陌生的房间呢？难道真是熟人作案？可是动机是什么呢？王队又一次翻来报案人资料，姓林，37岁，丧偶，有一个儿子，今年8岁，双方父母均健在，性格老实巴交，平时为人处事圆滑，能不发生冲突都不跟人发生冲突。要说唯一的缺点就是爱贪小便宜，偶尔会有一些工程师的行为。这样的一个中年女人，实在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会放着几千万不要，而选择杀了她。小孙，这位是谁啊？您好，看您面带富贵之相，想必是人中龙凤。王队，这个是董鹏董大师，我跟您说起过，这是王队，我领导。你好，不知你来这儿是看风水还是看相？
一位女士拜托我过来调查一起案件。董鹏把委托书拿出来，又给王队看了一遍。这东西没什么法律效益吧？说起来，董大师还真是多才多艺，连探案也懂。多谢王队长称赞，看来王队长并不是很欢迎我。没关系，我想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今天我就先不打扰了。时间差不多了，该出去了。袁墨，你怎么在这？按理来说，袁墨现在应该在盗窃案的案发现场等他们才对啊。我出来转转。转转？你不在案发现场待着，跑到这来干嘛？这个时间出现在案发现场，又准确的预言到了死者的期望情况，王队不得不再一次怀疑袁墨就是凶手。袁墨被王队的气势吓到了，下意识的退后了2步。然而袁墨这个举动在王队看来，那就是要畏罪潜逃。还想跑？小李，这是什么？手套啊？怎么了，王队？这手套有什么问题吗？你戴手套干什么？天冷了，王队。天冷你戴这种手套？别人给我的，我就随手戴着了。王队没再听袁墨狡辩，而是继续动手翻找。这是什么？王队掏出一本塑料袋，但是却一下没抓稳，其中一个飞了出去。不好意思，是你们的吗？是我的，谢谢。不客气，这是一名有修养的大学生应该做的。请问这里是发生了什么吗？没什么，出了一点小事情。好吧，需要我帮忙吗？我是学医的，如果是打架斗殴，我可以帮忙治疗。不用了，你去忙吧，这里我们能解决。那我就不多打扰了，祝您工作顺利。老板，这边没有异常。那边是什么情况？有个人犯了事被抓了，应该就是偷东西之类的吧？说说吧，你到底到那干什么去了？王队，能让我先去一下厕所吗？袁墨从下午被关进来，到现在5、6个小时过去，连一次厕所都没上过。你老实交代了，就让你去。王队端起杯子，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水，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他喝水的声音特别大。王队，别墨迹，赶紧说。我就是出去找个地方码了一张小说。码小说？你写了什么？就我跟你们说的那些。你怎么能把那个写出去？王队，能让我先去一趟厕所吗？我真的憋不住了。王队本想说不行，但是他看了一眼地上的水迹，这也没法再说不行了。10分钟后，袁墨穿着混来的紧肤裤子，再一次坐回了他的位置上。你码字就码字，为什么跑到那附近去了？那附近有卫生间，案发现场的卫生间被你们拦上了，我只能出门去找卫生间。那你带这些干什么？白手套是别人给我的，塑料袋和抹布是因为我晕车又总要坐公交，所以时常备着。至于怀表，袁墨看了眼那块怀表，低下头露出一个无奈的笑容。怀表就是怀表啊，还能有什么呢？你说这手套是别人给你的，是谁给你这个干什么？一位朋友给的。那天我跟他说天气太冷了，公交车上码字动手，他就随手给了我一副他平常经常戴的手套。你朋友叫什么？他记得袁墨根本就没什么朋友。我也不知道。袁墨，搞清楚你的身份，你现在不是特别顾问，你是犯罪嫌疑人。我问什么你就好好答什么。王队，我真不知道，我们都是在咨询室里见面的，戴着面具那种。是有人骂我，还是天太冷了？嚯，这一章的细节这么多吗？怎么觉得袁墨有点水自述的嫌疑？请进。董大师。董大师盯着眼睛男看了一会儿。今天算什么？不问别的，问个平安。问平安？你问什么平安？不该问问你病人的平安吗？我不过是把梦里梦见的杀人过程写进了小说里，不料现实真有人暗死行凶，甚至就连杀人的过程、时间、地点都和我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就在刚刚，我好兄弟在去往跟女朋友约会的路上，竟然被人残忍的杀害。为了揭开真相，我打算继续跟警察合作。喂，亲爱的。怎么了，宝贝儿？亲爱的，人家想你了。那我去接你。不嘛，你来找我嘛，我已经开好房了。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好，那你快点过来哦。兄弟们，我今晚住酒店，你们懂得。没理会群里一群单身汪的哀嚎，杰尼龟速就拎上滑板出门。他刚才看了地址，距离他住的地方不远，滑板去是最方便的。老板，这么晚去哪？去找女朋友。别去了，留下来加班吧。袁墨，不好意思，之前是我判断失误。发生什么了？又死了个人。昨天那个小青年你还记得吗？为人特别不错的那个。记得。他在广场上被人杀了，死法和林女士一样。林女士是谁？对，我还没跟你说这件事呢，就是那个报案人死了，和你描述的几乎一致，双手被砍断，失血过多而亡。而在刚才，我们又接到了报案，有人以同样的死法死在了广场上，但是当时你一直被我们关着，所以你的嫌疑基本可以排除了。不对，怎么会有这么一具尸体？他是从哪冒出来的？王队，既然没我事，那我就想先回去换件衣服了。行，我开车送你回去，毕竟这个点不好打车了。袁墨坐在副驾驶座上，随手打开了手机，手机一打开，就看到作者群里已经99加了。发生什么事了？袁墨，你回来，昨天杰尼龟章更了，就更了2章，说不定现在已经死在学姐肚子上了。杰尼大佬扎更，
对呀，他说他找学姐玩去了，昨天晚上还拍了照片。照片？袁墨顿时来了兴致，悄悄瞟了一眼身边的王队，很好，没看自己，这才翻起了聊天记录，翻了大概有300-400条，终于，靠，你们管这叫照片？袁墨无语地看着所谓的照片，别说学姐了，甚至连杰尼龟的照片都没有，上面只拍了杰尼龟的一只手。等等，这手，王队，停一下，停一下车。怎么了？你看这个，他手上的这根绳子跟昨天那个大学生戴的一样。还真是，这人是谁？我的一个群友，也是一位作者，他昨天晚上没有按时更新，据说是去见学姐了。袁墨，辛苦你一下，你自己打辆车回去吧。如果能确定死者当天出门的目的，这可能是个很关键的线索。好。请问哪位是盗墨女士？我就是。怎么了吗？几位警官？是这样的，我们在调查一起案件，想找你了解一些信息，麻烦你现在跟我们去一趟。哦，这样吗？可是我下午有课，而且出去的话，我得跟导师说一声。放心，我们的同事已经去找你的导师了，你可以先给他打个电话。怎么了这是？您好，我们想带这位同学回市局了解一些情况，所以跟您打个招呼。好的，需要我跟着去吗？不好意思，可能不太方便陪同，您去了也只能待在外面。好吧。默默，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老师一直都在，如果实在处理不了，老师会帮你联系你的父母的。你认识这个人吗？认识，他是我学弟，外号杰尼龟。听说昨晚你们在一起？没有，他就是一渣男。昨天说好了见面的，我酒店都订好了，结果他放我鸽子，还不接我电话。你们是什么关系？能详细说说吗？算是男女朋友吧。算是。就是没正式挑明关系，但是实际上是男女朋友。警察叔叔，他到底怎么了？他昨天晚上被人杀死在了广场里。什么？如果我不叫他出来，也许他就不会。王队，盗墨当天晚上确实是在酒店，一整晚都没有离开。在酒店？可是凶手是怎么知道他要路过那里的呢？有没有可能是无差别杀人？要是无差别杀人的话就麻烦了，要是不是的话，那估计和他那个女朋友有关系。我也是这么觉得，被害人是到莫约出去的，酒店位置也是他定的。走吧，去会会他那个女友。说吧，人你是怎么杀的？不是我。哼，别装了，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就是你杀了他。我真没有，那天我一直在酒店里，不信你们可以问酒店的工作人员。酒店有后门，你在的那层也没有监控，谁能知道你有没有出去过？不可能，我那层绝对有监控，而且那个酒店根本没有后门，我特地看过的。而且我9点半的时候去过1楼大厅找服务员要水，10点的时候还让服务员帮我开了空调，他们都可以证明。是吗？那你为什么要特地关注这些呢？盗墨同学，你快说了吧，你不说的话，很可能会被当成凶手。这些是昨天发生的事，我记得清楚一点，怎么了？经过半小时的审讯，王队已经确认了盗墨知道谁是凶手，不过他硬是说自己不知道，王队也拿他没办法。要不然请省厅的专家过来，只要能撬开他的嘴，不愁问不出凶手，这个案子就能破了。王队低头沉思了一会儿，方才点点头，下定了决心。行，那就麻烦你跑一趟。怎么这就这么急？这次出了点小意外，警察估计很快就能查到我了。意外？出意外了你还来找我？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只是一个小意外。我不管你小不小，这事我办不了。兄弟，这样，这次算哥哥求你帮忙，100万就3份货，我保证查不到你。最终，胖子还是没能抵达住金钱的诱惑，答应了眼镜男的请求。王队，看什么呢？小孙来之前一直是他跟着王队打下手，自从小孙来了，这个位置就让给小孙了。不过倒不是王队安排的，而是老刘主动退位让贤了。我在看西城区的失踪案。失踪？那不归咱们管吧？这可说不准，这些失踪案可能有问题。1个月失踪了52个人，全都是流浪汉，共同特征是年龄在45岁以下，肢体残缺。我看看，你歇一歇。老刘的翻阅速度很快，没几分钟就整理好了全部的信息。根据失踪地点来看，嫌疑人特地避开了赤星医药大学。兔子不吃窝边草，8成是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另一起案件应该是非法贩卖器官。非法贩卖器官，那岂不是说还有50起命案？我希望只有这个数。办案的时候，永远别祈祷结果能比想象中的好，祈祷一下结果不会更坏，更实在一些。老刘，那2起杀人案，你给我出主意呗。去现场找吧，这种死法，我就不信现场没有证据。已经找了4、5遍了，确实没有。那就是你们没找到。即使是凶手想办法做了破坏，终究也是会留下痕迹的，区别只在于留下的是线索，还是掩盖线索的痕迹。王队，袁墨，你回来了。我能不能跟着你们一块把这个案子给查下去？当然可以啊，非常欢迎。不过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我的朋友不多，或者说很少，杰尼龟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我想帮他报仇。哦，好吧，正好我们要去现场看看还有什么线索，你也跟着一起去吧。从血迹来看，死者的全部活动范围只在这一块区域，可能是由于求生本能吧。死者在临死前不顾手臂的伤痕，强撑着靠断肢移动了大概1米的距离，所以才造成这么多条血痕。不对，王队，这血痕是剃毒的标志。剃毒是什么？是我写小说的软件。这么说来，他的小说里有线索，快召集所有人下载剃毒，一张一张的找。怎么样，各位，查到线索了吗？王队，我们把书都翻烂了，也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我这边也是一样。看来只能等小孙回来了，看看能不能从杰尼龟女朋友那里入手。王队，我有点想法，说说看。杰尼的为人我了解，虽然平时说话皮了一点，但是实际上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平时虽然天天讲黄段子，但是实际上除了女朋友谁也不会碰。以他的性格，线索绝对不在文中，很可能在他的草稿箱里。草稿箱？对，我联系一下编辑，看看能不能要到他的账号。行，那你现在赶紧联系一下。乘风大大，可以帮我查一下杰尼龟的草稿箱吗？你查这个干什么？他出了点事情，警方现在需要调查一些线索。我没有查看草稿箱的权限。乘风大大隔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你让警方开一个证明吧，我尽量帮你。谢谢乘风大大。王队，剃毒需要咱们出一份官方证明。没问题，老刘，你去给袁墨开个证明。好，小伙子跟我来吧。你叫什么来着？对，袁墨是吧？是的，刘警官。你这人真让人捉摸不透，我也不指望看透你。我就想问你一句，这一次你真的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吗？您为什么这么问？因为死者也是会开口说话的。死者已经跟我说了真相。您还是在怀疑我？不是怀疑你，我是确定是你。哼，那您觉得我杀了谁？每一个人，你小说下的每一起案件其实都是你所为。您这帽子扣得有点大。我说过，死人是会说话的。哼，既然如此，您为什么不抓我？我没有证据，而且我也不想管这些烂事。我只想问你一句，这一次你是不是真的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一直都是啊，我是王队请来的特别顾问。王队，证明我已经传给编辑了，稍后可能还需要咱们这边通过后台进行一下身份认证，之后就能看到了。好。另外我还想见见那个盗墓，就是杰尼龟的女朋友。见他倒是没问题，但是他现在什么都不说，其实没什么意义。让我去吧，也许我能问出来点东西。行，那你去吧。小李，你陪袁墨去一趟。是。他死了，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你知道吗？他死得特别惨，他双手被人砍了下来，血一直往外流，生命一点一点的流逝。他是医学生，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他也知道怎么自救，但是他做不到，因为有个恶魔就在旁边看着他一点点死去。你到底想说什么？我们已经掌握了证据，你就是杀他的从犯，告诉我主谋是谁，我们会对你宽大处理。就是我，人是我杀的，我们吵架了，一怒之下我杀了他，就是这么简单。这个说法你们满意了吗？枪毙我吧，我罪有应得。凶手是你们的同学吗？不是，是我。是你们的朋友？不是，就是我。好了，别再问了，只要我不看不听不说，你就什么都问不出来。哼，是吗？盗墨同学，重新自我介绍下，我叫袁墨，我也是一名医生。你应该知道，把脉练到极致，可以感受到非常微弱的脉搏变化，这个你作为医学生应该是知道的吧？见到莫依旧没有任何反应，袁墨便开始询问了起来。别紧张，咱们一点一点来。凶手习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黑色、蓝色？难道是红色？哦，那看来是白色。袁墨问完白色之后，大概停了半秒，突然猛地手上加重了力道。李警官，麻烦记录一下，凶手习惯白色衣服。好，我记录一下。凶手是男的，女的？袁墨闭上眼睛，微微偏了偏头，似乎是在用心感受。李警官，是男的，记录一下。凶手跟你什么关系？同学、亲人、朋友、师生？是师生。李警官，记录。不是我说的，不是我什么都没有说。你可以放心，我们会对今天的事情严加保密。我们是警察，我们会保护你。警官，请你们一定要保密，不然我的家人……放心，在他被抓起来之前，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的，我向你发誓。谢谢警官，我对不起杰尼，我对不起他。哎，我知道你有苦衷。其实这件事一发生，我就知道绝对不会是你做的。可是我们办案是要讲证据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们找不到他的证据的。叶老师，他一向谨慎，我跟了他2年，从没见他露出过破绽。你要相信，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袁墨戴上手套，从一个密封袋里倒出一枚镶着钻石的白金戒指。杰尼，王队已经确定了杀杰尼的凶手了，姓叶，是盗墓的老师。你还会把脉？虚张声势罢了。虽然现在已经确定了凶手，但是还是缺乏证据。小李，你派人先把那个盗墓的老师监视起来。是。杰尼更新了。什么？杰尼更新了？卧槽，我以为他切了。
他怎么可能跟文了？下一刻，他反应了过来，一定是定时发布，而且不是存稿，也就是说，这有可能是证据。王队，杰尼龟更新了。什么？只见在杰尼龟的最新章节的标题处，赫然写着4个大字：替我报仇。各位大佬，这是链接，里面有证据，尤其是元末，记得替我报仇。元末跟王队立刻查看了那个链接，那是一整段叶池摘取器官残害生命的视频。诸位，当你们看到这篇文的时候，我应该已经遇害了。我的女朋友道默受到她导师的威胁，参与了一些器官贩卖的交易。虽然我不是英雄，但我必须要救她。这是我冒着生命危险拍下来的视频，希望你们能给我报仇。王队，那个叶池失踪了。什么？各位同学，手上的工作先停一停。你是？叶教授叫我来的。老板让你来的，老板怎么没来？他被警方盯上了，不过不用担心，我们会帮他解决。哦，这样啊，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我这里有一件货，需要各位帮忙处理一下。货没有老板主刀，我们处理不了。呵，你们老板什么时候主过刀？别试探我了，好几次都是你们老板跟我们喝着茶，货就处理好了，难不成你们老板会分身？不管怎么说，要处理货也还是得老板点头。那你给你们老板发个消息吧。好，我打个电话。你有新的信息，请及时查收。别打，人到了听他吩咐。那领头的学生迟疑了一会儿，货呢？在车上，来2个人跟我去搬。好，大壮、二胖，你们去帮忙。这货和之前的不太一样啊。这是个小混混，带着几10个人就想找我们的麻烦，顺手解决了，没想到正好用得上。头上的带子摘了吧，方便处理。随后他把手伸向了床上躺着的人头上的黑色布带，面具男一把打开他的手。你们叶教授就这么教你们规矩的？不该看的不看不知道。好的好的。他就那么打量着床上晕过去的人，却迟迟不肯动手。面具男见状伸出了手，刀给他。面具男直接一刀扎在了床上那人的气管侧面，这种手法非常精妙，能让人充分感觉到痛苦，而且还能慢慢死亡，够狠。剩下的就交给你们这些专业的人士了，我去外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来吧，兄弟们，开工了。要说起来，不愧是中医院的研究生，几个人手上动作都是极其麻利的，从开膛到摘除，仅仅10几分钟就解决了。领头的在搞定了之后，好奇的去掀开了那个人头上的头套。咋会是老板？王队，我们在实验室里找到叶池了。找到他了，好，把人看住了，我现在就过去。王队，人已经送回去让法医鉴定了。法医？叶池死了，被他的学生解剖了。人怎么死的？被他们杀倒。你说说怎么回事？都是老板让我们干的，不关我的事啊！我问你，叶池是怎么死的？今天有个人开着车过来，那人拿着我们老板的卡，让我们解剖一个混混，我不知道那是他，所以……车？什么样的车？记没记住车牌号？是我们老板处理垃圾用的车，就在外面，在外面，给我带路。就这个。然而王队刚走到车前，就发现了车上贴着一个显眼的便签：苍天自有苍天道，天不行道我行道。王队，城北区和平路发生了杀人案，赶紧派人过来。什么？好，地址发给我，我现在就过来。怎么回事？今天我和一名同事去吃面，结果老板久没出来招呼，我们就去后厨看了一眼，结果发现老板在锅里骨头都煮烂了。王队，这边桌子上发现了1行字，我去看看。只见桌子上也有一个便签，居然也写着苍天自有苍天道，天不行道我行道。你的同伴得手了。啊？什么？元末疑惑地看着老刘，他也希望老刘不是在说他，但是很无奈，屋里只有他们2个。天不行道我行道，你们觉得自己很正义？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您能不能说的清楚一点？哼，你是策划吧，而董鹏是执行者。您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死亡方式，李玉强的死因和老奶奶孙子被车撞的原因一样，到后来这个叶池被自己的学生挖了内脏，和他自己平时的杀人方式一样，再到后来那个面馆老板的死亡方式和他平时处理尸体时是一致的。哼，可是您为什么就认定是我所为呢？另外，我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我说了我没有证据，不过作案动机嘛，就是你们所谓的正义感了。呵呵，算了，这次还是谢谢你帮忙了，你回去吧。